这一期我们来做卡士达奶油泡芙。先来烤泡芙皮，中号的鸡蛋2颗，每颗带壳重约60克，搅散备用。低筋面粉过筛好，放一旁备用。煮锅中倒入牛奶、水、无盐黄油和盐。我们最好不要用有盐的黄油，因为我们不能控制其中食盐的用量。中大火烧开，烧开后关火，倒入过筛好的面粉，用刮刀快速搅拌，面粉很快就凝结成块了，最终变成了光滑的面糊。开中火，不停地翻炒面糊1分钟。炒好后立刻倒出来，稍微放凉一点，把蛋液分3次倒入面糊，倒一点蛋液进去，用刮刀完全拌进去后，再加入剩下的蛋液。少量多次的加入蛋液，可以很好的防止面糊中的黄油冷却变硬，最终得到的是一个软硬适度，可以拉出尖角的面糊。这里我用到了口径1.3厘米的裱花嘴，用别的也可以。把炒好的面糊装进裱花袋，在烤盘和烘焙纸之间喷一点水，防止烘焙纸滑动。在将要挤面糊的地方先做好标记，保持裱花袋垂直，均匀地挤出直径大概7厘米的面糊。最后在挤好的面糊上喷一点水，或者直接手指上沾水，把立起的小尖角压下去，放入预热好的烤箱，200度烤10分钟之后，再用180度烘烤20分钟。中途一定不要打开烤箱，烤好后立刻取出放凉。来做卡士达酱，蛋黄中加入细砂糖，慢慢搅拌融化，注意不要过度搅拌，只要把两者混合就好。然后过筛低筋面粉，慢慢搅拌至看不见面粉颗粒。大火把牛奶烧开，烧开后立刻倒入蛋黄液，搅拌混合，然后重新过筛回煮锅中，把残余的面粉颗粒过筛掉。开中火不停地翻炒，很快面粉就会凝结在一起，火不要太大。凝结在一起之后继续翻炒4分钟，卡士达酱变得越来越有光泽，也越来越粘稠。锅边炒出有焦糖化的时候离火，倒在平坦的盘子里摊开，立刻敷上保鲜膜，防止表皮变干，然后放入冰箱冷冻室冷冻30分钟。迅速冷却会让卡士达酱更有滑糯的口感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来处理冷却好的泡芙皮。找一根筷子，在底部中心戳一个小洞，把筷子插进去，左右转动，破坏里面残余的网状结构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卡士达酱也冷却好了。冷却好的卡士达酱像是一张肉皮，很有光泽并且有弹性。用刮刀一点一点挤压卡士达酱，把它摊开，这样更方便等会儿把它和奶油混合。来打发奶油，把打发盆坐入冰水盆中，倒入淡奶油，还有一点白砂糖，把奶油打发至失去光泽，也就是油水即将分离前的状态。把奶油总量的一半分2次加入卡士达酱，
最终我们得到的是有点蓬松的、色泽均一的米色卡士达奶油酱。装入裱花袋，捡小口备用。剩余的一半奶油也装进裱花袋。如果你有这种挤奶油专用裱花嘴的话是最好，没有的话也没关系。因为奶油比较轻，我们先把奶油挤进去，留下大概一半的空间，再用卡士达奶油酱把它装满。做好的泡芙放入冰箱冷藏2个小时之后再吃，口感会更好。酥脆的外衣包裹着甜糯润滑的卡士达奶油酱，咬上一口，满满都是幸福，可以治愈一切不开心。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做点甜点给自己放松一下吧。我是晶晶，下次见啦。